Hello，大家好。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睡前仪式，竟然可以很深刻的去改变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温柔但又充满力量的练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邀请你先静下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你的孩子在睡前只能轻轻地对你说一句话，那你最希望听到的会是什么呢？你可以先把这个答案悄悄地放在心里，我们等等会一起回来看看它。你想象一下哦，如果孩子对你说：“谢谢妈妈带我去看牙医，我好爱您。”你会有什么感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太理想化了，对不对？但其实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一个真的可以透过我们持续的练习，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很温暖的时刻。好，那今天我们会聊些什么呢？首先，我们会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感谢开始说起，接着呢，来聊聊它背后的一些科学根据，然后看看这个练习是怎么从说出口慢慢进化到写下来。最后我会教你一个只要3分钟的练习。对喽，记得哦，要听到最后，因为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温柔提醒，要留到最后给你。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一切的起点开始说起吧。那个点燃了这个练习的火花，是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谢谢。我跟孩子的这个睡前感谢练习，其实是从他大概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的仪式非常简单，真的就是在每天睡觉前，我们会一起说出今天想要感谢的1到3件事情，就这样。刚开始嘛，小孩子就是这样，他想到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比方说谢谢今天的点心很好吃，或者是谢谢朋友今天陪我玩。这些都是他生活中最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快乐。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很自然的把我自己的感觉也说出来。比如说我可能会说：谢谢你今天帮妈妈拿水，这让我觉得有被你照顾到。我没有刻意去教他，就只是很单纯的分享我的感受，让他慢慢看到原来感谢跟感觉之间是有连结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提醒他被子要盖好，他突然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谢谢你的关心哦。我跟你说，那一刻我真的愣住了，因为这句话他不是我教他说的，不是那种礼貌用语，而是他真真实实的感觉到了，然后自己选择说出口的一种情绪。刚刚那个瞬间真的让我非常好奇，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练习会有这么深刻的影响呢？后来我才发现，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从正向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感恩练习有3大影响。首先，它会重塑我们的大脑，强化那些正向的神经回路，让我们更容易注意到生活中的美好。再来，它能够帮助孩子在睡前整理自己的情绪，让心静下来，这对睡眠品质的提升帮助非常大。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当这个感谢是针对人的时候，它会建立起一种非常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感。而且这个练习还有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把感觉加进去，这会培养孩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叫做情绪觉察。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把外面发生的事情跟自己内心的感受，把它们连接起来。这就好像你给了孩子一个情绪的指南针，让他们能够去读懂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跟你说，这份理解力是孩子未来面对压力、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超能力。那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个练习也跟着他一起长大，一起进化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从口头上的感谢变成可以被好好珍藏的文字。在我儿子上小学1年级之后，我开始在他的日记本里面偶尔会写下一些短短的字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 Love Word， 也就是爱的话语。这些话不一定都是完美的，有时候我也会写下我的反省跟道歉，像是今天妈妈好像有点太凶了，对不起，
我还在学习怎么对你更温柔一点。这其实是想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真实，而不是完美之上。有时候呢，它也是我们和解的一座桥。在我们有争执之后，我会写下我们今天吵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这句话就像一颗定心丸，让他可以很安心的知道，爱并不会因为我们有冲突而消失。大概过了半年吧，等他认识了更多的字之后，我就邀请他，你也可以哦，在你自己的空间写下你想对我说的 love word。他当时超级兴奋的，因为那是一个专属于他的一个可以安全表达的空间。然后就在最近，他写下了这段话：谢谢妈妈陪我去看牙医，谢谢您，我好爱您。我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不只是内容，我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他特别用了尊敬的您。这代表在他的感谢里面，不只有爱，还多了一份很珍贵的用心跟尊重。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很不错，也想开始了呢？别担心，这个练习真的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立刻上手。这是你可以从今天晚上就开始的一个3分钟的睡前仪式。第一步，在睡前跟彼此分享1到3件感谢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第二步，试着说的具体一点，然后加上你的感觉，像是我感觉，这会让分享更有温度。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要记得把对彼此的感谢也包含进来，让孩子知道你们的关系是被看见、被珍惜的。那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开始会写字了，可以试试看这个升级版的 Love Word 练习，不用每天，1个礼拜1、2次就够了。为彼此写下一句真心话，内容可以很丰富哦，可以是感谢、道歉、鼓励，或者就只是一句单纯的我爱你。要记得，重点从来都不是写得多长，而是那份真实的心意。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这也是要给你的本周的温柔提醒。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吗？如果今天晚上你只能对孩子说一句话，你最想对他说什么呢？现在再回头看看你心里那个答案，你会不会想在后面轻轻地加上一句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呢？因为感谢它从来都不只是礼貌而已，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够让爱在我们之间很温柔地流动的语言。这就是本周你可以立刻开始的练习。睡前问问孩子，今天有什么事让你觉得很感谢呢？然后轻轻地引导他，那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接着你也分享一件你自己的感谢加感觉，最后用一句我今天很感谢你，因为来结束。这就是我们安亲子书房练习曲本周的正念练习。如果你尝试了这个练习，我很期待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祝福你有个温暖的一周，我们下周见。